嗨，大家好。现在呢，我来到了知连小镇边上的海滨公园啊。其实呢，就是珠江边上，以前也曾经来过。这附近一大片地方呢，都是广州汽车工业的一个地方。前一阵子听说广汽的总部从珠江新城搬到了番禺，就在这个附近啊。我看前面呢就有南大干线，我们今天就是开着车从南大干线从番禺那边过来的，所以今天呢就来到了江边随意的骑骑车。但今天没想到呢是天气很热我穿着长袖我都觉得有点热，等一会儿可能就要出汗了吧。好久没有在这边骑行了，从这边一路过去呢，就可以经过莲花山。那我想今天也不会骑太远因为我是跟家人一块出行的，他们呢就去散步去了，我呢就骑车大概1个来小时回来，骑到莲花山的山脚下再骑回来。我记得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在这边骑行了。有一回呢，也是骑到了莲花山边上那个江边的这些绿道又在进行改建、搞工程。看看今天会不会再遇到那边还在修路的地方。我的左侧就是珠江，对岸呢应该就是黄浦港就以前的一些码头。这个右侧呢看下去都是一些庄稼，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右前方的莲花山和山上的宝塔。这边还有一条更亲河的道路，上面都有标示多少米、多少千米这样。其实我现在骑行的这条呢，就是堤岸珠江的堤岸。我们可以来从这个豁口望一望珠江，对面那种大的龙门吊就是码头。这边还是挺开扬的地方好，这一路过去呢，就是向着南沙大桥的方向，向着珠江的出海口。你看这边呢都是一些水塘，应该都是养鱼的吧。对面那个宝塔那个山呢，就是莲花山了。好，现在呢走过这一段我们继续向着莲花山的方向骑行。
边呢是一个水闸，这边呢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就是莲花山啊。我以前好像这里没怎么进去过，看看能够通到哪里呢？这边都是一些养鱼的大池塘。这里我还从来没有骑进来过了，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啊。我们在这个大的池塘边上呢，有一条路，就在这条路上通行一下。目标呢还是没有错，前面的就是莲花山了。骑单车呢，就是有这样的乐趣啊！你可以拐到一些小路，但凡稍微平坦一点的这些路呢，都可以骑行啊，就可以看看不同的风景。这边有一些水塘还真的蛮大的。江边呢，就是取水非常的容易啊，所以开辟这样的水塘，养殖一些鱼类啊，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买卖吧。貌似前方应该有一个村庄啊，那就可以到村庄里面去穿行一下。看看这些农民啊，右侧啊，就是一些边角料的地块啊，都种着蔬菜啊，很多蔬菜种的还长势不错啊。经过一座小桥，这边果然就来到了村里了。从村中的小路穿过，进到了村庄里面，应该没有可以走的路了。
这已经是村庄边缘一片片的田地，我看种了很多甘蔗等等啊。这些村民们的房子啊，虽然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还是比较宽敞的。好，转了个圈呢，又回到了外面这条马路上。青蛙在叫，鸟在叫。前段时间好像我听说这个莲花山现在不收门票了，不知道是永久不收呢，还是一段时间不收。就大家原本都是要卖票才能上去的。今天呢，我是选了一条乡道啊，在里面骑行。你看右侧就是农村的模样啊。突然觉得应该到山脚下去走一走。这里养了不少鸡。好，现在呢，我要顺着一条更小的道路啊，向着莲花山的山脚下骑过去看看啊，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这样呢，就更深入到乡村里面了。还是一个一个的水塘，应该都是养殖的。而边上呢，种了很多的树，其中有不少是芭蕉树。这一下呢，已经来到了莲花山的山脚下了。右侧呢就是山体、山壁了，就顺着这个山脚下的这条路线前骑行。这条路呢，我想我以前应该是骑过的啊，一直可以骑到莲花山港。这边还有一个古建筑，是什么地方呢？好像也没什么特殊啊。
这条路叫石井中路。山脚下倒是长了一堆的竹子。这个莲花山呢，是广东知名的佛教圣地啊，它有观音道场，有巨大的观音的金身啊，处在这个山顶上，所以这边呢，相信几百年以来啊，都是善男信女要到这边来参拜啊、供奉的地方。但是莲花山呢，它更是一个采石场，它以前采石留下来的很多的矿洞，所以后来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园，也是大家喜欢来的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我记得我刚刚到广州来工作的第一年吧，医院里面呢就组织活动啊，我们坐着当时从军队那边租来的啊，或者是人家提供的一个登陆艇，就沿着珠江就来到了莲花山下，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这边还有一片老厂房啊，都搬空了。这个边上是有一个游乐中心的啊，但现在恐怕应该也没有经营了吧。说到这边呢，就是莲花港门前的一条要道了啊。这边呢，永远都是摆着摊的。快过年了啊，这边应该也有很多年货卖。看看这种水果啊，包装的还都蛮喜庆的。但主要呢，还是当地的一些农民把他们自己种的一些农产品拿出来卖。
你看啊，这是普通人家吃的一些东西。农民们就这样的把自己家里的一些菜拿到街上蹲守着希望一天能够卖掉一些。其实我估计挣钱是一个目的，可能也是一种乐趣吧，跟乡里乡亲的这一块卖东西可以聊聊天什么的。除了农产品呢，还有很多的海货，有晒干的这种鱼货等等也在这边摆卖。骑了5点几公里，现在已经来到了莲花山码头。莲花山码头呢，就在我的正前方了。然后莲花山码头这边的这条海滨大道，就是我要准备回程骑回去的地方。我们现在这边稍稍留恋一下，因为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到香港、澳门这些地方的。好，我们先在这边随意的留连一下，然后从这边呢再顺着条滨海路骑回去。左前方呢有一条大桥，就是海鸥大桥了。从这边呢经过这个海鸥大桥可以去到海鸥岛。据说以后呢3号线会延长到海鸥岛上，那对于愿意到海上去休闲游乐的人呢，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啊。左侧的江里面呢，停了很多的，应该是以渔船为主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跑运输的吧。这边右侧也会有一些卖海产品的，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就是捞上来的渔获等等这种餐馆啊。我已经骑过了海鸥大桥，前面呢就是大的码头了啊。你看大的这种龙门吊、塔吊，那我就不再过去了啊。在这边呢，准备掉头回去。事实上呢，这边也去不了了，这边应该是莲花港的一个区域了啊，是一个口岸，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掉头了。但是呢，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附近的
海滨的这个风光啊，应该不叫海滨，江滨的风光吧。而且这边呢还贴心的专门给你画了一条骑行的道路。好，现在呢我就在这边掉头回去了。这回呢我就沿着珠江的江边啊，在莲花山港的旁边，我们向我刚刚来的自莲小镇骑过去啊，大概也有个5-6公里吧。现在准备经过海鸥大桥的桥底下。这边的江面其实还是蛮开阔的啊，就珠江到了这边呢，越来越开阔。这边往下去呢，就是一个码头啊，停了好多渔船，但我们就不进去了。听到江上的船的鸣笛声。经过右侧的莲花山码头，别看这个码头小啊，它还是可以通达港澳的一个。刚刚经过莲花港码头，这边右侧呢是群星村党群服务中心啊，就是一个村庄，紧挨着这条河滨的大道。相信呢，这个村庄里面啊，更多的可能是渔民吧。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出海捕鱼，但现在呢，休渔期很长，就一年当中应该有很多个月是没办法出海捕鱼的，所以他们肯定也要干一些其他的活啊，帮补自己的生活。前面呢，我看写的渔港经济区上冲避风锚地，就是这个地方经常会发台风，
大家就要进港到里面的这些河中来避风，所以这边是一个锚地，同时呢也是一个水闸调节水位的地方。这里我看半掩着门，不太欢迎人家进来哎呦，这条道还是那么乌烟瘴气车走过以后烟尘滚滚的样子。我上次就从这边骑到前面，就在修路了，就没有通了看看今天运气如何。这个边上的土地呢都在平整了。原本这里呢是一片田地我们近看这边呢可以看看这个莲花山上的庙宇宝塔还有菩萨金身等等，但现在你看这一片全部都铲得干干净净想必呢这边要进行一个集中开发了。右侧呢你看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清水的平台，不知道是码头呢还是给游客给这边的老百姓休闲的平台呢。好，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希望呢还是可以找到一条路走得通这个左侧一大片的田地全部都铲得干干净净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莲花山脚下的原本的一片沃野，原本有很多绿色的植物主要是庄稼、荷塘等等，现在全部铲得干干净净那好吧，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在莲花山河滨的骑行的前一部分第一部分分享给大家。我们等一会儿呢继续往前骑行，希望顺这条道呢一直可以骑到知莲小镇，在那边呢跟我的家人会合。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想这个视频跟大家见面时候呢应该已经是蛇年。那在这边呢再次跟大家祝贺中国新年，祝大家快乐祝大家这个心想事成，健康美满。好，我们一会儿见。